嗨，大家，今天我想要来和大家聊一下，我是怎样被骗来西班牙读书的。我们这个故事要回到2019年的年尾，当时候我记得是在一个升学展，我认识到 My Study 的 CK，给大家介绍一下 CK 这个人，你们可以叫他安哥 CK 或者是 CK，他跟我讲没有关系，你要叫安哥都可以，你要叫 CK 都可以。就是如果其实你有出席2024年 KL 跟槟城的一些升学活动的话，你们就会记得，就是当时候有一个人在我旁边，就是他。CK 有和我聊过，就是他以前从小的时候就很想出国读书，去外面世界走走看看啊，去看一下外面的月亮这样子。但是他因为经济不允许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完成了这一个出国读书的梦想。然后就到他老了之后啊，他就有一天觉得是时候去骗一下大家，是时候让大家知道一下出国读书的重要性啊，就是想要帮助大家这样子。然后他在好几年前，大概应该有十年这样子的时间了，他就创立了 My Study。我会把他的电话号码放在下面，你们可以 WhatsApp 他任何一个问题。然后，其实我最一开始是没有想着要去西班牙读书的。我原本最开始的想法是，比如说想去英国、想去澳洲，还是甚至是爱尔兰。但是当时候就是被西班牙的学费还有整个环境被吸引过去啊。所以当时候在升学长的时候 ，CK 就有跟我讲说这里的环境怎样啊，比如这里的教育体系怎样啊，学费啊、生活的节奏啊这些东西啊。讲真的，我当时候没有那么喜欢，因为这里的节奏真的很慢哦，很 chill， 太 chill 啊。之后就发现到其实慢有慢的好，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真正的去适应、去了解。然后这里的学费确实是很低，我本身是读 Business Administration， 在西班牙的政府大学，平均一年的学费是900到1300欧元呀，你没有听错。By the way，这只是我80-90%的政府大学，因为记住它是政府大学啊。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马德里，然后马德里他的学费很高，6800欧元一年，国际生的费用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来的。其实马德里的那一间，其实我学校也算是 OK， 的大学。这里的教育体系其实也不会讲很差。我一开始是觉得就是西班牙应该是很 normal， 当真正来到这里的时候，才发现到每个大学有每个大学厉害的一些东西，比如这里的旅游啊，比如这里的建筑，你读建筑或者就是读这一类型的东西，他们确实是在全球是很顶尖的。然后在欧洲读书的话，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东西，就是这里的大学都有一个 program 叫做 Erasmus。简单来讲，就是你在这边读书，你不是这里的人，你是这里的学生，是不是？就是你是学生就对了，不管你是来自哪里。比如说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，我在这里读书，在西班牙大学政府大学读书，你可以去到别的欧洲国家交换。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这样子。当然，你读国际学校的话 ，private school 还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的大学其实都有这些 program。在欧洲的话，然后就是大学还会给你一些补贴啊，甚至是一个月有300到500欧元这样子，你可以拿来付房租，或者是拿来花，你自己去处理。西班牙大学有什么优势？我本身是读 business 的嘛，然后这里的 business school 也是很出名的。我讲的这几个 business school 都是private school， 就是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就是算是比较贵的，学费大概有10几千这样子。比如说 IESE、ISATE， 还有 IE Business School， 这几个其实在全球都很出名。然后在西班牙还有很多很出名、很热门的科目，就是比如说你读旅游与酒店管理，你也知道西班牙是一个很多人来旅行的一个国家。然后就是读建筑与设计，这个就不用多讲了。西班牙的整个建筑物跟这里的整个设计风格这些东西，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在让这个国家很出名的东西，就是这里的建筑物啊跟这些东西。然后接下来还就是读体育相关的哦。其实这科真的是蛮多人读的，就是慢慢的发现到，其实这里人读体育系是很多，因为毕竟西班牙的足球还有其他的一些运动啊，都是蛮盛行、蛮出名啊。什么东西是我不喜欢的嘞？
如果真的要我吐槽的话啦，我会讲哦，在西班牙，在这里读书，真的是一直考试。我现在读的大学是 Universidad de Alicante， 我的这个科系基本上98%以上的科都是用考试定生死的。那个概念就是你有一个考试在这个学期的前面一点点，然后这个学期结束之后又会有多一个考试 ，OK， 然后这2个考试就是占50%跟50%，有些时候甚至有3个考试，就自己去划分，就是比如20%、然后60%，诸如此类 ，OK， 大概90%的科都是这样子哦，我没有夸张，就让人很烦，所以这个东西我确实想要吐槽一下，因为我真的是觉得，就当我听到我朋友在别的国家，比如说我有爱尔兰读书的朋友，或者是英国读书的朋友，他们的教育体系真的是完完全全不一样，真是让我很羡慕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爱尔兰，他的作业分通常每一个科，他是讲说每一个科98%甚至100%都有作业分或者是出席分，然后他的作业分都会有20到30%，然后出席分数大概有最少也是10或者是5，最高的出席分数有去到20，然后一些小考试啊，大概占一个50、60、70%的小考试，一整个学期下来会有那种小小的考试，有些科甚至没有考试。我这几年来只有2个科是没有考试的罢了，我很羡慕他们，因为他们就是一直都是做作业啊、报告啊、你出席分数啊和一些小考试啊，就基本上那个概念是你把你的报告跟你的作业这些东西做好，你去上课，你小考你好好读一下好不好啊？小考嘛，甚至可以是带书本进去的，或者就是可以是看你的电脑这样子的考试。其实你很难不及格，你知道吗？可是，在我们这边就真的你会比较 struggle 一点点，你会真的是全心，真的是就是为了把考试考好。因为我也有北欧的朋友，来自北欧的朋友，他们是来这里做交换。我记得那时候就是去年我跟他们聊到这里的考试制度，他们就直接跟我讲，他在大学3年，目前那时候去年还是他的第一个考试就在西班牙，我不夸张跟你们讲，他是来自芬兰的，他就曾经告诉过我，在他大学在芬兰是没有考试的。我们是没有考试这个东西，我们是评估分数，是出席、做作业、报告、presentation， 就这样子。而且最离谱的是，芬兰的教育体系在欧洲是很 top 的，甚至在全世界，芬兰的教育体系都是在很上面的。可是他们一个考试都没有。OK， 你们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，北欧很多国家其实都是很多都是这样。OK， 我们现在回来升学的故事，所以我当时候就认识了 CK， 然后之后就决定。我要去西班牙读书啊！我不夸张，当时我的决定真的是蛮突然，一下子也是很怎样讲啊，很临时的一个决定。所以我当时候2019年年尾，我认识了他。2020年的1月，我就到了西班牙去学7个月的语言，然后在那一年2020年的9月就直接去上了大学，就一直到现在。我可以跟大家很老实的讲，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 journey。我不会告诉你，你接下来的大学生活会很好过，因为我之所以会选择西班牙读书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这里的消费很低，可是又同时想要体验在国外生活的感觉。所以我当时就跟我自己讲，不管是怎样，我都要读完，因为我已经选择来这里了。然后我也可以告诉你，我当时候大学前面2年真的是很怀疑人生。真的是很多东西不知道，你要很勇敢的去踏出那一步，去认识很多人，去做很多事情。可是我现在看回去真的是觉得挺好的，因为只要你认真去学习，只要你勇敢一点点去争取那些机会，其实慢慢来，你就会真的发现到，多花点时间在你该花时间的事情上面哦，你就会看到一点点的成绩。我们先说一点点的成绩，甚至有些时候你还是会得到你自己想要得到的那一个成绩，都会有的，只要你真的花时间。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语言，老实讲的话，就是你要花更多的时间。我也不会想要包装
给大家看到这个东西，感觉很漂亮啊，还是什么？因为我知道留学生活看起来就是很精彩、很爽，可是很多时候你也要知道那一种辛苦是真的存在的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辛苦，你在英国读书，你也是会有你的辛苦；在澳洲也是有，在新加坡你也是会有你的辛苦。那你可能会问我，什么样的人适合去西班牙读书？好，我就很诚实的跟大家讲。第一点，如果你是因为钱的考量的话，你也愿意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去学一个语言，你也想出国看看的话，你甚至在未来你也是想要半工半读，想要去外面打工的话，你有这个想法，你也觉得你想要这样子去做，也不想花父母那么多钱，那你就选择西班牙。可是如果你不是钱的考量的话，你又刚好想要学看西班牙语 ，CK 是有和我讲到，就是目前在 KL 有一个新的 program， 就是你学了 A1、A2 先，在马来西亚，然后你再去到西班牙学 B1、B2， 然后才去上大学。因为在西班牙读书，你要 at least 每个大学都不同，像我当时候进来这间大学的时候，有 B1 的水准就可以了，因为是从 A1、A2、B1、B2 这样子上去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学语言学爽罢了的话，也是可以，看你们怎样选。你们就想要看看一下先，然后你们刚好是就是你懂吗？你有这个资金，你觉得你的家人可以 support 你去来看看一下西班牙语是什么东西，你想要来学一下，比如说是一个 gap year， 你想要这样子的话也是可以。我想讲一个比较笼统的东西，可是我就告诉你们这样，其实每个人其实都适合来西班牙读书的，只要你真的下定决心，好好愿意去学一个语言，你真的愿意，你真的觉得愿意，然后多去认识人，多去交朋友。因为我要讲坦白了，学好一个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多去认识当地人。讲真的，不管是西班牙语还是英文还是什么语言都好，只要你敢于认识人和大家多交流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到语言不会是你想象中那么难的一个东西。因为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关于爱尔兰的东西，可能你也会觉得英文这个东西是你的一个这样讲目前的一个障碍，可是一样的，放在每一个语言里面都是一样的，就多认识当地的人，多交朋友，多跳出去就可以了。所以接下来我想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你对爱尔兰留学有兴趣的话，因为 My Study 本身也是有在负责，本身他们就是负责爱尔兰在留学的这一个部分，他们是已经负责了好几年了，很多年了，他们很有经验了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爱尔兰读书的话，有大概80%的科系，在你第3年的时候，因为我觉得这很特别，就是在你第3年的时候可以去选择交换，或者是去实习。你可以1整个学期，或者是2个时期、2个学期，单在实习上面，你不用去上课 ，which 这个是我大学没有啦。OK， 我要跟大家坦白讲，因为我大学本身的一个状况是，如果今天我要实习，我要怎么做呢？我要嘛 summer 的时候去实习，6月、7月、8月，不然就是之后你一边上课，上完课你去实习，你懂吗？然后实习完，你可能又有一个晚上又有的课，你又要回去实习。这一个状况在很多国家都类似有这样子，可是，在爱尔兰，它的第3年是可以这样子让你去做选择的。当然，有些人也是会选择是一边读一边实习，可是他们的大学是推荐，就是说你的第3年可以直接甚至去交换 Erasmus， 或者是你去实习。我觉得这种是很特别，因为我一定要跟你们讲。然后在爱尔兰跟西班牙一样，你可以打工，你可以去找 part time， 甚至是你 summer 的时候，你可以去做 full time 的工。现在2025年，谷歌是讲1个小时的工资是13块半。西班牙的话是8块8毛7欧元。爱尔兰的学费这个东西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也是蛮夸张的啊。在爱尔兰读书，国际生的学费，我先讲一下。如果你要读医学，你每一年的学费是4万5欧元到6万欧元。如果你要读工程学，就是10,000到28,000左右。如果你要读科学与科技，就是10.5千到28,000。如果你要读艺术和人文，也是一样，从10.5千到24K。如果你要读 business， 就从1万多到2万2。这个东西确实是有点夸张。我刚才讲西班牙是1000多2000，最贵是6000，政府学校。OK， 其实我几个月前就有去了一下
爱尔兰一趟，我个人是觉得那里的 vibe 真的是不错，真的是蛮好的。我其实没有办法去讲太多关于你是否适合去爱尔兰读书，因为我觉得出国读书这个东西真的要考量很多。但是爱尔兰这个怎样讲，真的很冷啊！那时候我去的时候，因为搞的是12月，真的是冷到我有一点没有办法，因为在西班牙这里没有那么冷，也有可能是12月的关系。OK， 那里的大学是真的是很好，我也去参观了。UCD 整个 vibe 就是大学的感觉哦。shout out to June， 就是 CK 的女儿，那时候带我们一起去，设备很全面啊，国际学生真的很多。讲真的哦，你在爱尔兰读书哦，你不用担心交不到朋友。在爱尔兰、马来西亚的这一个 community 真的很大，只是看你要不要去交朋友，看你要不要去认识人吧。因为很多马来西亚人在那边读书啊，真的，你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。有 CK 的国家，其实西班牙也是一样。我刚忘记提到。你可以申请奖学金这个东西，你可以拿到，你成绩好的话，甚至可以去到全免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在西班牙读书，就是他的成绩是全免的，不用给学费。在爱尔兰读书的朋友也是有朋友申请到58%，不然就是88%，甚至真的有全免的这种事情是有的。然后我很早以前，大概从1-2年前，我有做一个 Google Docs， 因为这个是之前我在 Instagram 有问大家的问题的东西。这 Google Docs 里面就是写了大家一些共同的问题，关于在西班牙读书啦，我自己把它总结在里面了。所以我这影片刚刚我没有回答到很 specific 的一些问题，是因为我在那个 Google Docs 里面已经写完了所有大概80-90%大家可能会问的问题，里面大概回复比如说生活费啊，国中生要怎样出国读书啊，然后读中生的成绩要多少才适合出国啊，去西班牙这些东西。所以你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去点开那个 Google Docs， 然后去看一下，很多问题，大概有40多个，你可以慢慢看。如果你到最后发现到你还有问题想要问我，你都可以在这影片下面留言，或者是你有一些更详细、更不好意思在那边留言跟我们讲的话，你可以 text CK 的电话号码。OK， 所以这影片大概就是这样子啊。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，都可以来找我们了，你可以在那边留言，在那边 DM 我。OK。拜拜。